退半步，不怕艰难险阻。逆境当面心不乱，牢记心中信念，为正义仗义直言，不放弃勇敢。心生残，生其然，志在四方是少年，路再远都坦然向前。总有未知的考验，谜团中抽丝剥茧，哪怕黑暗依然并肩，不改变，诞生好事在人间。星辰与手足作伴，我问前程，只盼真气浩然。尸体的样子为何如此怪异？因为尸体原本藏在龙王像中。少卿请。快到了！是的，是的，是这儿吧？是。今日辰时，有几个船老大来拜神。快点！拜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几个，那几个小子别再让我碰见他们。啊，什么了不起的？再碰上我，非得给他们好看的我让你少喝点儿。你看，天都大亮了，你还没醒过来呢。别管他了，他一年到头清醒的日子，一只手都数完了。啊，赶紧拜神。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，你也起来意思意思拜一拜。万一要是出了事儿，算谁呀？你别瞎说。拜。保佑，龙王保佑，龙王保佑。这破庙怎么还漏雨了呢？啊？血呀！龙王出血了！龙王出血了！可把那几个船老大给吓坏了，他们赶忙报告了衙门，然后就发现了尸体。这座庙这么破，平日里也没什么香火，怎么会有人来拜神呢？之前确实没有什么香火，近半年来，由于下游的河道淤塞，这船上不来，所以这生意就差了很多。再加上连井都枯了好几个，他们这才想起来拜龙王。哦，根据尸体的情形看，大概死了2、3天的样子。这死因嘛，是头部遭重击而死。哦，这凶器就在这里。不过这种棍棒嘛，是码头装卸货物所用，随处可见。据此，很难找到凶手。死者是什么人？死者叫刘福，是这码头的看管，守夜的，来这儿有2、3年的时间。他一直在这儿看护着码头，也从来没听说他有什么亲人。这尸体之前就在龙王像的背后。这个案子看似新奇，但也并非全无头绪吧？哎呀，果然呐，不愧是人称妖柄的李少卿啊！少卿啊，这么些年来，这京卫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？就连我们刑部的案子，他也从来不放过。现如今，少卿重回大理寺，
你我合力是不是挫一挫这金吾卫的风头？这岂不是一件乐事？少卿要是有意的话，那此案件我就全交给李少卿了。好了，既然如此，此案就全交于少卿了。既然现在这个案子交到我们手里了，你们怎么看？哎，既然川公是来请神的，说不定是有人要破坏祭典，死者是他们的祭品，藏尸神像就是为了完成某种邪恶的、不足为外人道的仪式。杀手，你是谁啊？他觉得自己鹤立鸡群。他是死神的化身，地府的使者，是勾魂夺魄的恶魔。不对呀，啊，哪里不对？他要勾魂夺魄，怎么可能给人砸死呢？不应该给人勾走吗？哎，对啊，你这一说，俺也觉得有点玄乎了。怎么不精彩吗？精彩什么精彩啊？你这就是凭空瞎编。不对呀，阿里巴巴，你这怎么说到这种事儿，成语都不乱用啊？恐怕是听说的吧？我进来学习官法之余，看了一些话本。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新奇的，但是啊，凭空一想和推理案情还是两码事啊。凶手是货场里的看管巡夜，有守卫巡查的职责，很有可能是他发现了什么异状，双方起了冲突，才遭此一劫。少卿方才说，此庙是个荒芜的所在，若非相当熟悉货场里的地形，必不会想到此处能藏尸。因此小人认为，凶手很有可能是个惯偷，行窃之后，被新来的守卫发现，情急之下杀人灭口，而后藏尸此处。而且木棒当做凶器，实在是不趁手，应该不是提前准备的。这个东西在货场里是拿来装卸货物用的，凶手可能就是货场里做工的。可如果不是为了阻止庆神，为什么要藏在龙王像里呢？藏尸还挖开龙王像一个洞，这不是舍近求远、见异思迁吗？陈实，你在干什么？俺就是觉得，龙王手里是不是应该有点啥东西啊？是个板板，或者是……应该是有块护牌的，是龙王上表上天晴雨用的。在这儿。应该是搬龙王像的时候掉下来的。少卿哪儿？少卿啊！这个货场确实有贼，龙王像就是藏匿赃物的地方。你们看这儿，这个一定是拖拽痕迹，不积年累月是不可能形成的。而且，哎，顶上、斗口都是很贵的香料，这些都是很值钱的货物。果然是惯偷，没想到小人的猜测竟然与大人不谋而合，小人真是荣幸之至，以后一定会再接再厉。不仅是惯偷，还可能有同伙。货场里有贼人，刘福在这2、3年了，他会不知道？哎，刘福坚守自盗。哎，这个说的在理啊，但有待查证。这样，你们去附近探查一下，探探这个码头的虚实。是。别，那俺去干啥呀？你，这是你来大理寺之后的第一个正式的案子吧？啊，你跟着我吧。走。
关爷？爷，咱来这儿干啥呀？龙王庙里面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酒气，况且酒馆客栈、勾栏妓院，消息最为灵通，是打探案子常去的地方。哦，记住了吗？哦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这边。啊。这位大哥，我想跟您打。别打着你，滚！这位大哥，我也有些。这位大哥，我有些问题呢，想跟您请教一下。干活呢，小心点儿。哎，大理寺问案。小爷头回问案，这么不受人待见啊？给我也点肉。一会儿还得上工，多吃点啊！咋这么多人啊？哎，别给我做点吃，这倒上倒。消息！掌柜的，别来消息！快，把账都记上。这边去。好。你是何人啊？鬼鬼祟祟的做些什么呢？哎，别跑！这位官爷，这个酒是人家喝剩下的，您想喝呢，我再给您倒啊。多事，记你的账。这位官爷，小店眼下正忙，就不招待了啊。龙王庙发生了命案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不就死个人吗？这么大个神都，三教九流来来往往的，死了个人很正常。我就是做生意卖酒，旁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活该呀！哎，周耗子，哎，你账还没结呢。欠着。不行，结账。什么不行？旁人都行，我为什么不行？你这没电眼力劲儿，还不让他赶快走！哎，官爷，别，哎，慢走啊！
所有船咱们都问过了，没有任何一艘说自己丢过东西，这可说不通啊！啊，肯定有人撒谎。哎，要不我们找个外国人试试看？哎，有道理啊！你们这老乡见老乡，说不定能问清楚。走。哎，先过去吧。啊。我现在就是了，但是那基本上我会说出来了，那是你手快你有的是吗？是什么？给来点有，然后我想了，哎，怎么说？果然是此地无银300两。怎么说呀？他说，这艘货上的船自从半年前河道淤积以来就经常被偷，而且还专门偷价值很高的船。不过每次丢的都是9牛1毛，船主都装聋作哑。不过最近货物值钱的船都尽量不来这个码头了。是这样啊？嗯，哎，他还说，前天夜里的时候，他的毯子被露水打湿了，睡得不好，起来放风，看到一艘船停靠过。不过那艘船停了不到半个时辰就离开了。回去告诉绍兴，让他想想吧。嗯，还是和老乡好说话啊。让一下。行。哎呀，真的。这些钱，你拿去还酒账，我就问几个问题。官爷挺大方啊，谢了。我知道官爷想问我啥，不就是刘福是怎么死的吗？贼杀的。真有贼啊！贼在码头上偷货，刘福给贼看场子，人人都知道。人人都知道。对呀。那这个贼到底是谁啊？那我可不知道了。如果酒钱管够呢？官爷，您就是把这个酒铺子都给我，我也是不知道。不过，官爷，我给您打个包票，啊，这事儿在这个码头，你问谁都是一样，人人都知道，没有人人都不知道。啊？官爷，你去刘福值差的地方看看，就明白了。就在那儿敲钟的地方。啊！哎呀，河道淤了，世道不好啊，僧多粥少，干嘛不当贼呀？我就是腿脚不利索，要是利索，我也去当贼。天天干什么拾荒啊？捡的、偷的值钱呐！这谁偷了呀？咋真缺德呀？这上面原本应该是记载了什么东西的。图西那个，应该就是刚才敲钟迎走所有码头工人的。
大理寺和刑部在龙王庙大肆勘察，凶手有所警觉也不为奇怪。 谁？别！哎，别！哎，等等啊！别！让让！别！精卫，怎么哪都有他们，跟苍蝇似的，轰都轰不走。 走。是你。李炳，大理寺少卿。许久不见，看来你也在暗中查我呀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别动！少卿，你逃不掉了。少卿，精卫大人，这。 李少卿，邱将军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一早听说码头发生命案，经无畏维护神都的治安，自然要来看个究竟。这刚到码头，就看到大理寺放火兴事情，大理寺有难，经无畏自然责无旁贷。少卿可是有什么状况？多谢邱将军好意，大理寺有自己的职责所在，不需要经武卫从旁协助。 我之前跟将军说过，你们的手别伸太长了。回大理寺。龙王庙是藏匿赃物的地方，货场里有贼人，而且还是惯犯。死者刘福和惯犯有勾结之实，且被其所杀。这些都是面上明摆着的。刘福是货场看守，监管船只进口事宜，所以他很清楚哪艘船上的东西有价值，然后透露给贼人，从中获利。 码头上那些涂了白漆的板子，应该是船青牌，上面有船只进港的信息和码头的船名。那些客商，不但个个都不配合询问，反而一见我们是官府的人，都很提防。货场里的工人也是，我还从来没有在问话的时候碰上过这种钉子呢。 酒馆里的人也是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们都是共犯。一会儿还得上工，多吃点啊！我发现那个酒馆里卖的酒，它和龙王庙撒在地上的应该是同一种酒。这么小的酒馆，怎么可能卖如此贵的酒？这些船工又怎么买得起？家厂老板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，这批酒肯定有问题。 要么是低价从盗酒者中收的，要么干脆是贼人存放在柜上的。整个码头的人都是一伙的，那些客商不愿意得罪他们，也不愿意多说。货场里的工人有敌意，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这些贼人的好处。还有这个，一定是他们和这些贼人串通往来的证据。哦，所以那个狡猾子在说，人人都知道，人人又不知道。 喝到多了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。
所以都给贼做事了。原本他们应该是相安无事的，刘福和他们是一伙的，应该是出事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变故，所以起了内讧。哎，我听老乡说，前天晚上有一艘船偷偷摸摸停了一会儿就走了，非常可疑。那应该就是了，很可能是船上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。前天夜里他们偷走了那个东西，然后起了内讧。这么说来，船情牌被涂抹，就不是为了遮盖他们偷窃的记号，而是为了遮盖这艘船来过码头的痕迹。少卿，那您今天追的这个人，很有可能就是凶手，遮盖传情牌的人，也有可能是他呀。很有可能，而且我始终觉得，他们应该不是一个人。如果我们的推论没错，这不会是一个人能完成的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太可惜了。如果抓到这个人呢，就什么都清楚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不是陈氏小哥，你怎么就那么巧呢？直接就扑人怀里去了，要不然……随便。刚才说的你都记下了吗？都记下了。好，你把案件卷宗交给上官少卿，严明是刑部委托，我们愚公告知一声，这个案子就由明镜堂处理了。是。既然杀人动机是和被偷的东西有关，那你们不妨去查一下赃物可能的去向。我去查查那艘船的来历。去吧。是。怎么了？对不住了，兵爷。都是俺，要不是俺，说不准能抓住那个犯人。你也想太多了吧？事发突然，谁知道会发展成这样？不是，就是俺太笨了，学啥也学不明白，反而给恁添乱了。只要肯学，肯定能学明白的，别总是妄自菲薄。兵爷，俺还有活要干，俺先走了。哎，今天真是可惜呀！要不是陈实，那算了。这陈实啊是个好人，就是脑子不大灵光。陈实啊，确实是个好人，就是身手还不大敏捷。陈实是个好人，但就是对自己还不够狠。陈实心善，但算术不善。那少卿为啥把他留在身边呢？就因为他是个好人？可能习惯了。我们以前军中啊有一个将领，就愿意带着一个用得顺手的副将。这个副将呢，可能武艺谋略平平，但是毕竟跟着他的时间久了呀。或许是机缘。外打正着。客官，
大理寺少卿还会闯空门吗？你不怕你一转身，我一刀杀了你？因为是你请我来的，还你。受了伤，就别喝酒了吧。我们胡人喝了酒好得更快。刘福是你杀的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货场？李少卿怎么想？货场里有一批贼人，常年偷盗往来货物。因为某件东西发生了内讧，导致了命案。你们胡人有自己的营生，不可能参与码头这种营生，那就是和被偷的东西有关。哎，传情牌中那艘被抹掉的船，是你的呀？不是，只是船上有我要的东西。那样东西本来应由刘福送到我的手上，可是他没来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他死了。我去货场只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什么留下的线索。刘福是货场的看守啊，很多走不了冠冕的东西，的确可以经由他的手。你丢的是什么东西？刘福有可能因此而丧命。哎，那东西很值钱吗？你肩上的伤，是今天在码头受的，那就是撞上了涂抹传情牌的人，伤你的人，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了。他们人多，不然我绝对不可能伤在他们手里。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样子了吗？没有。你到底被偷的是什么东西？没必要让我把你带回大理寺，然后严加审问了吧？那你便不会自己一个人来了。那你至少告诉我，这件东西和你要找的假字头，也就是一枝花，有关系吗？是你朝我来的，有求于我就直说嘛。你受了伤，很难自己去找，我可以帮你去找，而且物归原主。但是，你到时候得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找一枝花，以及我更想知道，这件东西和一枝花有什么关系？如何？那便要看李少卿的本事了。一言为定。方位上啊，应该是在你家北边，属木啊。这个北边。袁先生，哎，北边的木匣子你找，肯定在。哎，正好找你呢。你等会儿，你看一下那个木匣子或者陶罐里面有没有，你去找，保证有，没有你来找我啊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正找你呢。啊，有信。啥呀？啥信啊？你到我这儿日思夜想是要找什么呀？找俺哥。俺哥有信儿了。方才呀，有人到这儿来算卦，找人找陈实。我一打听，哇嚯，他是替陈九给你送信的。真的呀？收了他30文，不过分吧？哎呀，真的呀！俺找到俺哥了，俺得给毕业说说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
你慢点儿。兵爷，俺找到俺哥了。这兴高采烈的样子真好。算卦了，算卦了啊！兵爷，兵爷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俺哥，俺哥，你找到你哥了？啊，海某，俺哥来信了。有人在岳先生那儿给俺塞了封信，说是俺哥给俺了，快帮俺瞧瞧。写的啥呀？师弟，一切都好，勿念。陈九。没别的了。没别的了。哦。俺问过袁先生了，送信的就是个普通的汉子，所以没太留意。俺本以为俺拿着这个信找兵爷，兵爷就能帮俺找着这个送信的人，他肯定知道俺哥住哪儿。找到你哥以后，打算怎么办啊？俺总得看情况吧。俺哥要是安生，过来还不错，俺就跟他一块儿。不在大理寺了。俺太笨了。你别总是妄自菲薄，你真的适合在大理寺的。兵爷，到时候再说吧。能帮俺找找这个送信的是谁吗？这真的就是一张普通的信纸，我也看不出来什么。那俺能搞个价不？反正俺在案子里一点用都没有。眼看俺哥有信儿了，俺想，要是你执意如此，那去吧。多谢兵爷，俺走了啊。让一下，请让一下。赵华子，少卿，有人在这儿发现他的，是钝器重击致死。这个伤口跟以前刑部仵作记载的那个刘福的伤口非常的近似。我怀疑，凶手可能是同一个人。走，去他住所看看。把他抬走吧，麻烦二位。为何要杀一个叫花子呢？孙豹，许是他揭露了货场的内情，和少卿说了许多话，所以遭人报复。凶凶饥饿，冷酷无情啊！但他说的不过是人人都知道的事，凶手应该另有所图。他是来找东西的。找东西？你们看啊，那些瓦片被叠放得很整齐，而且明显有被擦拭过的痕迹。先前这个屋子应该不是如此杂乱，是有人闯入之后翻找一通后，才变成我们眼下看到的样子。一个叫花子哪来这么多银钱？这是我昨天问话时候给他的。哦，但既然凶手分文未取，说明不是为了图财而来。他以拾荒为业，腿脚还很不方便，那他的拾荒范围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拾荒一般是半夜或者清晨，那这和窃贼行动的时候吻合。河道淤了，世道不好啊！
僧多粥少，干嘛不当贼呀？捡的哪儿有偷的值钱呢？不妨大胆猜测一下，凶手要找的，可能就是那天被偷的东西。少卿的意思是，那晚导致窃贼内讧继而杀刘福的东西竟然又丢了，还被这花子捡到了。是个什么东西？互不单行，已经2条人命了。三又忘了背，夜望好几回，少卿多人一回，我在小睡。愁死了，心情很颓废，无名身后跟随，侧视总抬到眉呀，好想流泪。你这个家伙，怎么又做错了？哎呦，俺那个乖乖，弄啥嘞，弄啥嘞，俺在弄啥嘞？加班工作太累，生活太无味，不愉快谁机会，常常扣机会，老板画的大饼撑坏我的胃。弄啥嘞，弄啥嘞，你在弄啥嘞？弄啥嘞，弄啥嘞，又在弄啥嘞？方案对也不对，甲方没反馈。准备到位，年度最佳员工不是你，他还能是谁？别怪工作太累，青春可别浪费。一人干2个人的活是我给